如果把秦始皇陵用3D 将其打开墓室，并穿过一条狭长而又幽暗的墓道后，只见墙上挂着一盏盏用金鱼油做成的长明灯，它们孜孜不倦地照耀着这位千古一帝的地下宫殿。当往墓道方向走去，还会看到四周布满各种机关陷阱，而进去地宫的人大多数会被这些暗器所致灭。转个弯会看到用夜明珠和各种宝石装饰穹顶，模仿星辰，他们是按照咸阳宫1比1修建而成的，甚至比地上宫殿还要豪华。在这座宫殿的正中间，则安放着秦始皇的棺椁，他躺在那里守护着自己的地下王国。从大殿下来，你首先会看到一排排地下秦军，这种摆放位置仿佛这位始皇帝依然在审视他的军队一样。秦陵从内到外分别是地宫、内城和外城，他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绕着秦始皇陵。在地宫外则是各种陪葬坑，你现在所看到的兵马俑就是分布在四周，围绕着地宫。如果我们用 3D 技术，那可是相当的震撼。这些地下军团分为好几个阵型，在已经公开的1号兵马俑坑中，前3排是弓箭手，之后是38排步兵，左右两侧是2排负责监控敌情的士兵，随时防止被敌军从侧翼偷袭。阵型中间还分布着一些战车，每个士兵手中都握着兵器。在1号坑周围还有2号坑和3号坑，它们比1号坑小了很多，但在兵种分类上却是更加的复杂。当把秦始皇陵打开之后，你将看到这样的震撼场景。除了我们所知道的奢华地宫之外，还有前排站立的是弓弩兵。作战时，弓弩兵会首先发起进攻，成千上万根青铜箭开始射向敌军，造成敌军伤害的同时，还能打乱他们的阵型。随后，步兵、骑兵和战兵部队开始攻入。步兵以灵活的形式从正面进攻，灵活的战车和骑兵从两翼包抄。这样的阵型能够快速将敌军击垮。光是为了防止死后还会遭到敌人的复仇，便给死去战士的灵魂覆盖盔甲。它的作用是帮助兵马俑抵御邪灵侵扰，打造永生统治的一开始还都只是陪葬一些食物和武器，后来陪葬品越来越多样化，车马器、乐器这些都还好，后来甚至还出现了人血。当把墓道中这些骸骨仔细检查，发现他们生前都遭遇过致命伤害。专家猜测，这些骸骨很可能是秦始皇的妃子们，并且还是秦始皇的儿子胡亥所为。根据史料记载，胡亥登基之后，下令将秦始皇那些没有生育过的妃子全部陪葬，除了妃子之外，胡亥的兄弟姐妹都未能幸免。在距离秦始皇陵不远处的一座墓葬群中，就发现了被胡亥残害的王子公主，他们被残忍杀害后，尸骨还杂乱不堪的随意摆放。你知道最初的秦始皇陵地宫是什么样吗？当用 3D 技术还原秦陵后，你将会看到这样震撼的场景。虽然人殉制度在秦始皇时期已经被废除了，陶俑墓俑的出现逐渐代替了这一制度。当年秦始皇去世的时候，他的陵寝还未完工，在生前曾命令工匠们制作1000万陶俑的士兵，防卫冥界的大秦帝国。那么如此庞大的兵马俑是如何制造出来的？一条生产线上用旋压装置制作数百条腿，另一个团队铲土作壁制作头部，之后工匠们开始缠绕粘土制成躯干，然后用手工雕饰繁杂的细节。制作完成后，为了防止兵俑坍塌，需要立刻将零件放到上千度的窑内进行烧制，再由工匠们将部件拼接完成，最后在身上绘制颜色后，并盖上制造者的文章。史记中还曾记载，秦始皇陵穿3泉，下通而过，宫观百官奇器，珍怪奢满，以水银为百川，江河大海激相灌输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，以人鱼膏为主，度不灭者。
这是一段对秦始皇陵地宫的描述，所以才有了我们开头所说的画面，并通过遥感技术检测，发现在秦陵的中心位置确实有大量的汞元素存在。这个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水银。那么秦始皇为何要注入大量水银呢？再生不老药，并且水银对文物的保存也很重要，因此专家判断在地宫内部可能会比史记中所描述的更加震撼。秦陵的建造一共用了39年的时间，动用人工70万人，仅封土堆就占地12万平方米。